年嘛，也没有路完全没有通，是买那个方便面嘛，那个15块钱一包。15年嘛，提了一个提案，我写的就是保护我们没有蚊子的这块民族的这个语言，进一步修订完善边民补贴政策的一个提案。墨脱确实变化挺大的。墨脱县位于西藏东南部，有着莲花秘境之称，平均海拔只有1200米。因地处喜马拉雅断裂带和墨脱断裂带上，加之气候潮湿多雨，墨脱成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人们常用进藏难、进墨脱更难来形容墨脱的艰辛。那个墨脱县呢，很晚才通公路，也就才通公路才有3年。这3年来通公路以后，它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墨脱确实变化挺大的，是11年嘛，也没有路完全没有通。当时过来的时候，我们不是买那个方便面嘛，那个15块钱一包，然后路通了以后，那就跟其他价格一样了，很多物价降下来了，然后吃的呀、穿的呀。喝的呀，老百姓也吃得起买得起，因为其他方面主导产业是茶叶，但是这2年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全县种了3000多亩的这个茶叶，慢慢开始形成规模了。我刚开始来墨脱的时候，我去达墨工作嘛，当时村里面的有一个他自己开那种旅馆嘛，说是很简单，他的一个伙房里面我想带动1、2个先扶持一下，去县里面跑，争取到了一些资金，然后我去那个我们米林的南一乡旅游这块还是做的可以，然后我就带他们出去学习，观摩学习，我们搞一些里面有珞巴民族特色的这种装饰也好，影视，农家乐收入，现在收入可能有9万了，然后其他村里面了那些看到了就他们也跟着这样做。您参加过这么多的这个会议，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呀？刚过来的时候，跟我们老委员也学到了很多东西。5年来熟悉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今年我带的提案是关于进一步修订完善边民补贴政策的一个提案。我们墨脱县也是一个属于边境县。去年的年初，在藏全国政协委员一起就去了一下我们西藏的一些边境县。群众反映说是有些县是边境县，但是有些就是没有列入到那个政策补贴范围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们像墨脱的话，3个乡镇和16个行政村没有享受到这个边民补贴政策。老百姓也是反映说是能不能第一个能不能稍微的再提高这个边民补贴标准，第2个方面的话就是能不能再扩大这个边民补贴范围。格桑卓嘎来自全国较少民族珞巴族，西藏林芝市是我国珞巴族最大的聚集地，独具特色的民俗与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西藏的话，珞巴族的人数的话3000左右，可能现在大中专院校毕业出来的可能总共可能有个300来个人现在。然后我们珞巴民族是非常善良淳朴的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服饰，然后饮食文化也有自己的。我们珞巴族的话，以前就是因为地理环境有点与世隔绝那种，现在的话，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下，变化挺大的。咱们这个就是珞巴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的文化传承的项目申报成非遗呀？我们的服饰已经是那个非遗，那是全国的呢，还是咱们自治区的？西藏自治区的是吗？其他的话，现在反正正在整理。然后，前2年我这个提案里面也提到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真正的我们年龄大的比较懂的这些越来越少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抢救的话，我觉得任务是非常重的。15年嘛，提了一个提案，我写的就是保护我们没有蚊子的这块民族的这个语言，
这2年的话，我也看到了，包括我们地区政协在搞民族文化什么区域文化丛书嘛，我们一起在提，当然国家也在重视，但是我们希望再加大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保护这块的力度。产业资金这块，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也好，我们县也是个边境县，它的这个资金扶持力度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个当然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有6个行政村，然后我把这个反正乡里面要规划，年初要做规划，每个村根据自己的这个优势不一样，有些可以适合种蜜柚呀、柚子呀，有些可以适合种香蕉，有些可以种茶叶，然后我们就做规划，哪个村适合种哪个好一点，然后我们就这样分了以后，然后这个资金分化下去。因为现在我们是技术上面跟不上，管理上面跟不上，我也一直联系交流一下，让他们的这个技术引进过来。现在我们正在做，有些东西的话，等个3年才要出效益的，是吧？所以的话，我的话，每个村抓一个特色，我是这样安排下去的，包括有驻村的，分化完了以后，我就每年评优秀什么的，我就看你做出来的东西对老百姓的这个收入这个有没有增加，有教育扶持这块，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视一下。我也放了一个重点，刚好有一个门巴的小伙子叫南杰，他过来了，听说是他这个文字功底也是特别好的，他可以带到拉萨或者巴依的。他回来了，他到现在都在墨脱。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城市里面？他说我还是要回来。他也是墨脱村的，他说回来琢磨，跟着其他这个兄弟一样发展嘛，就想就年这样路通了还这样落后的话不行。希望多宣传一下，多了解一下我们的珞巴族的民族民风这块，然后我们珞巴族也是非常好客的一个民族，淳朴的一个民族。